南阿尔卑斯山山脉的东南部，为何这么多地方叫做阿尔卑斯山？因为最早探险家都来自于欧洲，而欧洲最有名的也就是阿尔卑斯山喽。那奥拉基库克山国家公园就位于在纽西兰南岛的南阿尔卑斯山山脉的东南部，以及峡湾公园就在旁边啊。境内有20座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有360条的冰河，海拔3753公尺的库克山是纽西兰的最高峰，长达27公里的塔斯曼冰河，这是纽西兰最长的冰河。虽然我们并没有说这真正去爬山了，但是你看这个季节来，春天你看北岛、南岛我们可以慢慢的去体会它为什么多变的地形啊，所以纽澳行程呢，真的可以去看一下，秋季跟春季都不一样啊。库克山是许多登山者向往的高山。18世纪，首度由杰克·克拉克3位纽西兰的登山家登顶成功。小看这个步道这个步道好几公里长咱今仔是安尼行一day尔你看当天有无我觉得冬天就是有那一种色泽分明、黑白分明的那种氛围，那种调出来整个库克山在这个时间点呢来去践行它呢，就是觉得很棒蓝色冰河湖有没有冰川湖，这些冰川呢流下来，终点是高山卓阳鹦鹉角这个高山鹦鹉角的小径呢，来回走上去30个钟头跑不掉。我们走一小段在这里看看这个穆勒冰河、冰河湖原始的风光啦、溪碲池啦，哇，真是很棒
纽西兰的湖泊风景非常非常的美，你很难想象自然界的水色可以这样子这么满的饱和，梦幻而不可思议的蓝。在走访纽西兰之后呢，你可以亲眼见证到大自然神秘的奥妙，这样的风景呢，会烙印在你的脑海里，难以忘怀。在南岛，总共5个以水色闻名的湖泊：提卡波湖、普卡基湖、哈维亚湖、瓦纳卡湖、瓦卡蒂普湖。哇，真难念，因为每一个都是毛利语发音啊！这每一个湖泊都是南岛的经典哦。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普卡基。普卡基湖是一个冰川的堰塞湖，湖面海拔呢有500米，湖泊的面积呢达到了169平方公里。那在这儿，塔斯曼河还有呢其他的胡克河、南阿尔卑斯山山脉东路的冰川融入注水的面积啊，就是它有很多山上的河流一起流下来，成为广大的集水区啊。湖水从南岸慢慢的流入了普卡基河啊。这个湖名呢普卡基是毛利语啊，意思就是什么聚集的水。因为这个普卡基，这个普卡基湖，它是有很多的冰川一起流到这个湖面，那也因为冰川的颜色，所以蓝色带有一点奶油白。这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在南岛有5大知名的湖泊，这湖泊最知名的、最出名的、最有名的、最有看头的，就是这些湖泊湖的颜色哦。光线充足的时候，会呈现土耳其蓝般的美丽的色泽。冰河时期坚硬的石头被一路冲刷到了湖底，在水里呢不断的滚动而磨成了粉末。这些粉末呢悬浮在湖水当中，在经过阳光的照射，哇塞，就变成了如此美丽的湖水景色。美吗？大自然教室没什么的书堂讲的东西啥？讲的东西天然的环境，讲的东西大自然的环境啊。天气好的时候，从库克山可以看得到库克山整个山脉的延绵，南阿尔卑斯山山脉啊，这里有很多的湖泊，大大小小的小湖啊，很多湖边呢也有一些动物啊。其实基本上纽西兰没有什么外来的物种哦。所以基本上这里在这个纽西兰岛，在这个土地上生存的动物呢，本身的天敌是没有的啊，除非是什么利伯星引进的一些外来种啊，就把这些天敌带来了啊，会改变它的生态环境。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洋洲、纽西兰、澳洲对于海关的检验呢，非常非常的严格，也就是这样子咯。那我们呢，继续来到了下一个景点蒂卡波湖，就我刚刚说的了，这么多湖，你看呢，秋天就走湖啊，对不对？每一次走的，每个季节走的，点是不一样的，景看起来也不太一样。牧羊人教堂，蒂卡波湖，无论任何时候来，它的湖是一样美的。当然了，你春天来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得到什么鲁冰花啊。那不是春天来的时候呢，看到的就是蒂卡波湖的美丽的景色。蒂卡波湖是纽西兰南岛非常著名的湖泊，它是因为什么？冰川的堰塞湖，所以湖水蓝的不可思议。白天有湖泊与山脉构成的忘忧风景啊。夜晚的时候呢，星星满天啊，银河布满了整个天空。这比较可惜的是呢，我们并没有办法在夜晚来去看它的景色啊。有些地方其实呢，如果来赏星星的夜景呢，是很漂亮的哦。春夏之际，这里就开满了整片的鲁冰花。那一年当中哪一个季节最美？这要看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这一个地点。我们现在来到了拥有全球最美星空的蒂卡波湖。那蒂卡波湖也是在南岛当中最知名的湖畔当其中一个。
是纽西兰的第8大湖，它被称为是纽西兰最美的湖啊。而它旁边呢，还有专门养殖的渔业啊，就用了这个蒂卡波湖，用的这个蒂卡波湖，它也是冰川的河水流下来的，去做了养殖渔业啊。那大部分人讲到的都是鲁冰花，你看这些是鲁品呢，只是说现在没开花啊，当然就看不到鲁冰了哈。牧羊人教堂也就在旁边啊，这整个哇，很特别啊，不一样的景色，秋天呢多了一种萧瑟的感觉。Tekapo 是毛利语来命名的 ，Tika 来自于 Taka， 意思是什么？毛利语当中就是睡垫、床垫的意思啊。Po 就是什么夜的意思啊。那其实毛利人也就在这边讲的是在星空下睡觉的意思，因为这里进入的晚上是满天繁星。我很羡慕纽西兰的人，因为他们可以生活在如此绝佳、非常棒的大自然环境当中。蒂卡波湖的湖水颜色是奶白色的湖水清澈能喝，特别的纯净，冰川水嘛它如果在蓝天之下呢，哇，整个湖蓝的不可思议蓝的非常的美。而牧羊人教堂同样是由修建基督城大教堂著名的建筑师在18世纪所建造的，因为教堂旁边的牧羊犬雕像而把它命名为牧羊人教堂。不过更为人熟知的是拍摄星空与鲁冰花的绝佳场所。纽西兰全国各地散布着数千个大大小小的牧羊场，历史上纽西兰的绵羊数量曾经达到过惊人的7000多万头啊！纽西兰才多少人啊？当时呢，它才300多万人口啊。那现在更不用讲啊，黑的西跟沙巴龟板狼，随着现在少子化更难说的所以人家说纽西兰的羊比人多呢，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是起来有志的所以现在当然没那么多但是呢2-3千万只也有。在纽西兰的乡间小路一路过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成群的绵羊而羊驼近年来也是纽西兰非常火红的一样都跟绵羊一样他们都是取自于它的毛皮当然呢，羊驼又有被称为软黄金之称，它在南半球嘛，而羊驼也来自于南半球，在智利等国家都可以看得到羊驼。所以呢，纬度气候有相同类似的情况，羊驼自然而然就引进来了纽西兰咯。剪羊毛在纽西兰已经不仅仅是畜牧业生产的一个环节了，已经变成了旅游活动。而现在的羊驼也是纽西兰主打特色之一，所以来纽西兰有一个 schedule， 就是什么喂食羊驼、喂绵羊、看羊毛秀，有没有？永远都是这样。所以有的人觉得纽西兰有一点无聊，但我觉得纽西兰，你来大自然，你要什么所以呢，我常讲这个行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来的这个行程呢是为什么，他在做什么，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你是来看大自然的，你就不要觉得它没有城市当中的热闹。那如果你多去了解这个国家，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国家的人才多少人你要求它有多热闹这样了解吗？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叫做纸教堂那这个纸教堂呢，号称耐用50年瑞士6.3级的大地震摧毁了纽西兰基督城
当地一座100多年历史的基督城大教堂。我们来到基督城，当时的严重损毁，无法修整了，所以圣公会就决定了拆除重建。但当地的民众不能没有集体的祈祷场所，政府当局就决定先于旧址300公尺外新建起一座暂时替代性的叫做子教堂。于是由圣公会发起了募款，用4根纸管送到纽西兰4个城市展示，并在纸管上切出小孔，鼓励民众乐捐。那纸教堂共费时了2年的建设，由日本的纸板建筑大师板茂设计。纸教堂的架构非常的简单，采用了最抗震的 A 型架构，最高处就25公尺。英文字母的 A 型架构那上面承载重力就比较小嘛相同的长度的98根的大纸管及6公尺长的货柜底座，形成了它的框架。底座为水泥土结构加上2个货柜既自然又环保。纸教堂就这么的盖成所以现在来到基督城，因为建筑，因为什么？因为地震，所以让你亲眼来看看基督城。之前是基督城的地标主教堂，地震之后变成这样子了。基督城这几年来，我想最让人会去讨论它的，也就是基督城的算是大地震吧基督城经历了几次的大地震之后并没有震碎人们的心还好这个地方原本它的发展就没有那么超高大楼，很像现在那种东京、北京、上海等等不然就很严重咯。基督城，南岛的第一大城，南岛经济的文化中心，在这里看到的楼不高跟奥克兰看到的不太一样。基督城被称为了花园城市它典雅的市区建筑充满了我觉得有一点英国乡村风格的感觉我们沿着纽西兰的8号公路一路来到了基督城，现在走进了天主教大教堂。基督城市区以大教堂为中心延伸的发展，很久以前就在这边了所以整个城市中心可以说是从这边才做延伸的。大教堂是基督城的地标以及精神的象征，由英国人所设计的，建筑的就以19世纪的哥德式风格为主，在1864年他就开始建造，一直到了1881年启用，真正的完工是在19世纪，费时了40年才完工的。当然2011年的地震震撼了全世界，地震前的基督城大教堂被这一震之后变了。OK， 我们现在来到了库伦威尔所以这一路上我们是秋季这个时候台湾的春天，但是纽西兰的秋季。秋季也许多雨，但是惆怅的感觉，还有秋季的枫红、黄叶带来的不同的氛围。很多人说：“哎呀，都的好不好其实，你如果是一个爱好旅游者，你永远都会遇到天候的问题那其实，任何一个季节带来任何一种气候的变化，让我们去接受它吧。现在我们来到了克伦威尔水果工厂，想起了纽西兰，你会想到什么呢？当然就是奇异果咯。Kiwi， 很多人以为是纽西兰的特产，
其实奇异果的原产地在中国长江流域一带哦。老一辈的人或传统医学把它称为叫做什么猕猴桃啊，自古就被称为水果之王。这种水果工厂啊，就是把水果呢弄成 ice cream 啊。那我觉得啦我觉得很怪哈。其实你到了欧美国家，有时候去看看它的工厂呢，去看到它制作的过程呢，你不会有很大的压力哈，因为它的行销力道没有那么大，他们就真的是观光工厂啊。你来看啊，你要买不买随便你啊。但是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家的东西呢是这么的有 quality 有品质啊，所以这跟一般来讲，我觉得跟一般我们进到的其他很多的商店呢，感受上呢，会真的有一点呢那么的不一样。自古深受欢迎的水果之王，1个世纪以前，在19世纪，它被引进了纽西兰，所以我们想起的奇异果，我们想到了绝对不会是中国，想到的一定是纽西兰。由于纽西兰的天候、水土条件，加上奇异果受人喜爱的独特风味，1952年开始将这个美味的水果外销到世界各地。最后，纽西兰出口商决定把它取名叫做 Kiwi Fruit， 因为奇异果的形状跟纽西兰特有的夜行性真禽叫做什么？有一种叫做奇异鸟 Kiwi Bird 啊，很像啊，翅膀退化圆嘟嘟的身上啊。所以来到纽西兰，你一定会有听过奇异鸟。其实你知道，奇异鸟跟奇异果的名字是都一样，叫 kiwi 啊。那这也是奇异果的发源开始啊。所以世界两的卡熊的龙泽会哈，最早在有一个叫做Wanganaya Isabella 的女士呢，她的姐妹淘在中国宣传教义的时候呢，将奇异果、杨桃带回了纽西兰。那伊莎贝尔将这个种子呢给了果农托马斯·埃里森呢，又将这个种子呢一个传了一个哈。那隔年呢，中国也将种子寄到了美国，美国的农业部在加州奇科的田野呢，试着呢去栽种这一些出来哦。所以才慢慢的把这样子的东西呢，一样的呢，把它栽种出像现在的奇异果。所以你说为何它来自于中国？是因为最早它是从中国带来的杨桃的种子啊。所以其实是有一样的基因存在啊。你要讲起了它的历史啊，这是非常的久远啊，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整个奇异果的行销。无论如何，无论它的过去如何，但我们现在我们听到的，也就是纽西兰奇异公司行销的，几乎我们所看到的、所认定的，几乎全部拢是这个白柱啊。纽西兰的奇异果全球出口量已超过了1亿箱啊，而且还有不同的品种在出现，新奇异果的品种呢，也进入了生产线上面啊。葡萄酒、水果工厂在这些国家，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很简单，他销售出去的商品，不管你买还是不买，重点是他要有品质保证。我们抵达的是哪里？纽西兰的北岛，它是纽西兰奥克兰天空之塔。你知道吗？当基本上以大自然为主要观光、主要资源的国家，城市当中，就好像显得比较没有那么的发展重要哦。所以，当你来到纽西兰奥克兰的时候，光一个天空之塔就足以震撼整个纽西兰了。我就说过了，因为这个地方它以大自然为主，天空之塔是纽西兰奥克兰呢，在位于它的市中心，是被称为南半球最高的独立建筑物哦，全球独立式观光塔第13位的观光塔。来到这儿，我们就可以上到天空之塔，最上层有2层了，那有旋转，有观景台，有咖啡厅呢。在这最特别的，也就是于发源自纽西兰的高空弹跳。Bunjutu， 它的高空弹跳很多也可以从奥克兰天空之塔跳上去哦。
但是呢，这个高空弹跳呢，你有本事来弹跳吗？讲归讲哦，基本上还是没几个人敢弹跳哦。但是很多人来到纽西兰的时候呢，的确他会马上选择去做什么？去做发源自纽西兰的高空弹跳。很多人呢，真的你说可不可怕啊？我还没跳过，哪一天我跳过之后，我再来告诉你们它可不可怕。敢跳的人都当然不觉得怕啊。上来之后呢，你会觉得它很美吗？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也不三回啊。你说对了，这真的不三回。为什么？因为它外面看出去，它是一个自然保护这么好的国家，它当然就不会把整个城市打得倍儿亮啊，整个城市通亮。那这不是代表说什么？代表它的环境保护就会被这些灯光光害所害了吗？纽西兰的首都最早设立在奥克兰，后来于1865年才迁至于北岛南端的威灵顿。现在奥克兰仍然是纽西兰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最大的机场也在奥克兰。所以很多人以为奥克兰是纽西兰的首都，其实不是啊，纽西兰的首都在威灵顿啊。那这里同时也是南太平洋的枢纽其中之一个，旅客最主要进入到纽西兰的出入景点，都以奥克兰为主要的转机点啊。入纽西兰大部分都以奥克兰为主啊。这一个是一个毛利人的国家啊。纽西兰跟澳洲隔着塔斯曼海相望啊，距离澳洲1500公里，也是属于大洋洲南半球。它这里当时也是欧洲裔的移民啊，也曾经是在英国女王的统治之下哦。纽西兰仍然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移民国家之一。波利尼西亚的移民在西元500年至1300年抵达到这边，成为纽西兰的原住民，也叫做毛利人。台东的原住民也是波利尼西亚裔的啊，所以曾经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新闻，纽西兰的原住民跟台东的原住民，能够沟通啊，发现建筑，竟然长得也是一样啊，所以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呢是相同的，都是属于波利尼西亚的移民啊。所以你说世界这么大，分什么你我啊？拉来搞不好你跟我都是亲戚，对吧？人有时候我常觉得就是不要分彼此啊，不要分你我，分什么？当然，在这个社会上一定有有钱人，有没有钱的人，有钱也别摇摆啊，有钱的大方一点，人家会看得起你；穷人呢也别失志啊。在这个社会上原本就是这样，各个阶段、各个阶级、不同的家族、不同的家庭，什么样的很多人，有人白手起家，有人天生就含金汤匙啊。都有的啊，我们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社会上才会那么的精彩啊。来到了奥克兰，天空之城，南半球最高的建筑塔，快速的电梯，
准备带我们离开天空之塔 Sky Tower。这里面呢，一样啊，拥有 casino， 嘛是有啊，还有旋转餐厅啊，就看你要景对一个啊，咱暗时到这，赶紧开来看夜景啊。景色是安尼啊，有的人介意看早上的景，有的人喜欢看晚上的景啊。每个人喜欢看的景不一样。你看，在这整个城市并没有都市啊，并没有太过于城市化、水泥丛林的地方。当你竖起了这么一根高塔的时候呢，那你觉得呢？当然了，就很容易啊，变成了地标，变成了突兀啊。就想当初英国的库克船长大概还没有想到啊，这里会变成当时现在这么发达的城市之一啊。所以天空之塔在整个北岛，在奥克兰，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天空之塔。